中国的战狼外交人士高志凯竟然在镜头前狂言，今晚就能拿下台湾。这话一出，无论台湾民众还是国际社会都倒吸一口凉气，心想难道战争今晚就要爆发吗？还是这只是一场恫吓的心理战？事实上，高志凯这番话并非真的在预告开战，而是典型的认知战手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你相信还没打仗就已经输了。他想透过张牙舞爪的言论，动摇台湾和国际支持者的意志，在心理上先击败对手，正是这种战狼外交的拿手好戏。然而真相是，台海一旦开战，将不仅仅是一场区域冲突，而是一场牵动全球的灾难性冲突。也因此，高志凯的狂妄宣誓不仅没有吓倒对手，反而引发全球舆论的强烈反弹与警觉。接下来，我们就深入剖析这最离谱的1分钟背后的用意，以及国际社会如何以行动揭穿这场恫吓。首先，让我们回到这段惊人的发言现场。高志凯是谁？他可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中共圈内资深的外交人物，曾担任过邓小平的英文翻译，后来经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推荐赴耶鲁大学攻读法律。他在国际机构和投资银行界历练多年，如今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的副主任。凭借流利的英语和咄咄逼人的辩论风格，高志凯成了中国官方在西方媒体上最活跃的发声者之一。人们常以战狼来称呼这类强硬呛声的中方代表，而高志凯正是其中的典型。这一次，高志凯受邀出现在澳洲知名电视节目60分钟60 Minutes Australia。 面对澳洲观众，他先是语出惊人的表示，中国对澳洲唯一感兴趣的只有牛肉和龙虾，你们澳洲就专心去卖龙虾就好。这番话语带着轻蔑，意思是说中国只想从澳洲获取原物料和食品，暗讽澳洲不该浪费精力搞什么自主国防。现场澳洲观众听了无不错愕，堂堂一个主权国家，难道在中国眼里只配当供应牛肉和龙虾的商人吗？但更惊人的还在后头。紧接着，高志凯话锋一转，扯到台湾问题，他傲慢地宣称，如果中国决定动武拿下台湾，我们今晚就能做到。还放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挡得住中国。这句狂言透过节目传出，瞬间让无数人心头一震。今夜就能攻台，谁也拦不住。难道台湾在他眼里就像盘中餐，唾手可得吗？高志凯显然是想营造出一种解放军战力无敌、侵台易如反掌的印象，企图让听众产生绝望感，仿佛反抗是徒劳的。这种威胁性的语言正是心理战的经典操作，以极端自信的姿态来打击对手士气。然而，他并未就此收口。为了增强震撼效果，高志凯在节目中还搬出中国最新研制的人形机器人当作道具。镜头中，机器人表演着中国武术动作，灵活地翻越高墙，展现出超越常人的敏捷身手。高志凯指着这些机器人大做文章，对主持人说，如果你有军事头脑，可以想象这些机器人用在战场上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精密、更敏捷、更具适应力。有了这种超高科技的无人战士，哪个国家还敢与中国对抗呢？他甚至进一步警告说，正因为中国拥有如此先进的武器，这给了你们和中国合作的理由，而不是猜忌中国。中国不会被削弱，也不会被欺负。语气中满是威吓，言下之意，不顺从中国就是自找麻烦。从贬低澳洲到恫吓台湾，高志凯的这场表演可谓一气呵成，把战狼外交的咄咄逼人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他是在炫耀中国军力与科技如何强大，仿佛胜券在握，但实际上他真正的用意是释放一种信号，让潜在的对手在心理上先行崩溃，不战自败。正如中国古代兵法《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高志凯的言论正是要营造一种解放军随时可以横扫一切的假象，好让台湾方面和支持台湾的国家因恐惧而退缩。这其实是一场精心计算的认知战心理攻势。那么，台湾问题为何如此牵动北京的神经，又令全球为之紧张呢？这要从历史和战略两方面说起。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后，原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
海峡两岸从此分治。北京当局自此坚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完成祖国统一视作历史使命。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收复台湾不仅关乎领土主权，更被赋予民族复兴的象征意义，结束近代以来的百年国耻，实现地缘政治上的完整，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因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北京从未放弃对台湾的统一主张。习近平上台后更强调两岸统一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并在2022年中共20大报告中明言，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同时又声称仍会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这种和平喊话与武力威慑并存的策略，正是中共对台方针的一大特点。台湾对北京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战略价值上。台湾地处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扼守着西太平洋的关键海空通道。如果中国大陆取得对台控制权，其海空军势力范围将大幅向东扩张，不仅可以直接威慑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土，甚至能对关岛、菲律宾海等美军据点构成更直接的威胁。从北京的视角看，台湾犹如一道不沉的航空母舰，目前正阻挡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太平洋深处投射力量。如果拿下台湾，不仅拔除了一枚长期梗阻在国家门口的楔子，也打破了美国在西太平洋构筑的岛链防线。因此，解放军将夺取台湾视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地缘优势的关键一步。反过来看，台湾的存在对美国及其盟友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亚太民主同盟的一员，台湾的存续攸关着区域内自由阵营的信誉。如果让北京以武力吞并台湾，将严重打击美国在全球的威信，让盟友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同时，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枢纽，拥有台积电这样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晶片制造企业。一旦台海爆发战事，先进晶片供应中断，将引发全球经济巨震。此外，日本、菲律宾等国与台湾地理相邻，也是台湾的安全为自身安全的一部分。台湾若落入中共势力圈，东亚的地缘平衡将被颠覆，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的海上航路与生存空间都会受到挤压。可以说，台湾问题早已超越了两岸范畴，而成为美中博弈乃至民主与专制体制角力的焦点。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台海局势被普遍视为当今世界最危险的火药库之一。一边是中国将统一台湾视作志在必得的核心利益，另一边是美国及西方国家视维持台湾现状为维护国际秩序与自身利益所在。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全球神经。高志凯之所以选择在国际媒体上大放厥词，极尽恐吓之能事，正是因为北京深知台湾问题是国际社会的敏感痛点，喊话分贝越高，越能牵动舆论关注，并给对手施加心理压力。搞清楚这层背景后，再来审视高志凯今晚拿下台湾的狂言，就更能明白其中暗藏的战略算计和潜在危险了。了解了台湾问题背后的缘由，我们再回到高志凯的武吓本身。即便北京方面对统一台湾如此执着，真要诉诸武力，又是否如高志凯吹嘘的那般轻而易举呢？让我们先从军事现实来分析。如果解放军挥军犯台，首先将面临跨海登陆作战的巨大挑战。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诺曼底登陆已是艰巨无比的军事行动，而攻打台湾的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海峡天然险阻，海况复杂多变，秋冬季节狂风巨浪，夏季还有台风肆虐。解放军若要强行渡海，必须集结数以万计的部队和载具，在高风高浪中横渡130公里的海峡，随时可能遭遇恶劣天候的考验。台湾方面也不是不设防的羔羊，经过多年经营，台湾早已构筑起缜密的多层防御体系，沿海遍布坚固的堡垒工事和海滩障碍，重要滩头部署了密集的地雷阵，岸置的反舰飞弹和远程火箭炮日夜戒备。一旦解放军登陆船团出现在海面上，立即就会进入火网范围。解放军的登陆舰、两栖载具在开阔海面上缺乏掩护，极易成为台湾飞弹和空中火力猎杀的目标。强行渡海登陆，在现代精准武器的打击下简直难如登天。解放军若侥幸突破海峡防线，在台湾本岛登陆，更艰困的战事还在后头，等待他们的将是艰苦的巷战与漫长的消耗战。台湾超过2300万人口中，
绝大多数人无意成为北京统治下的臣民，一旦家园遭侵略，必然同仇敌忾，殊死抵抗。到那时，每一座城市都可能变成堡垒，每一条街巷都可能化为绞肉场。看看当前的乌克兰，我们就明白小国为守护家园所爆发出的韧性，足以让入侵的大国陷入泥潭。2022年俄罗斯挥军乌克兰前，也曾口出狂言几天内解决战争，结果却陷入持久消耗战，颜面尽失。同样道理，解放军即使纸面兵力远胜台湾，也绝非能轻松制服整座岛屿。更何况，台湾背后还有强大的盟友支援，台湾并非孤军奋战，美国、日本等国早已明确表态，不会坐视北京武力犯台。美国总统拜登近年来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若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将予以协防。这几乎打破了华府长期维持的战略模糊，趋向于某种程度的战略清晰，也就是要让北京充分知道，美日同盟决心捍卫台湾。不仅如此，美国国会近年更接连通过台湾政策法、国防授权法等法案，强化对台军事援助，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华府频繁派遣军舰穿越台湾海峡，高阶官员访台，台美互动日趋密切的种种迹象，都是对北京的明确警告，一旦动武，你将付出沉重代价。日本方面作为离台湾最近的美国盟友，也在积极备战。2022年底，日本通过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宣示未来5年将国防支出增加1倍，同时首度将对敌基地攻击的反击能力纳入军事选项。日本并计划在西南诸岛部署射程覆盖台湾海峡的远程飞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曾直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这句话如今更成为日本朝野共识。如果台海爆发战火，日本几乎肯定会以某种形式介入，至少提供后勤支援乃至参与作战。因此高志凯所谓世界上没有国家挡得住中国的说法完全是一厢情愿。在现实中，一旦解放军对台动武，美日等国极可能立刻卷入战局，届时台湾海峡将不只是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战事，而会演变成多国参战的全面冲突。想象那种场景，美军航母战斗群全速赶赴台海，日本战机紧急升空驰援，甚至澳洲等国也派出军力提供协助。一边是中国上千枚导弹、无数架战机和无人机铺天盖地袭来，另一边是美日部署的先进防空反导系统全力拦截反击。短短几天内，可能爆发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海空大战。这样的后果，难道是高志凯一句今晚就能打所能涵盖的吗？美国华府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曾在2023年初对台海战争进行过24次兵棋推演，结论显示，在大多数情境下，中国解放军对台的2栖轻攻最终会被击败，台湾在美日支援下得以保住自由。但即便算是击退了解放军，胜利一方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美日联军将损失数十艘舰艇、上百架飞机，数以万计官兵伤亡，美军甚至可能有航空母舰被击沉，台湾本土的城市基础设施也难免遭受巨大破坏。中国方面损失更为严重，整个渡海侵台舰队可能几乎全军覆没，登陆部队陷入困境，最终无法实现占领全岛的目标。如此一来，中国不但无法拿下台湾，反而元气大伤，而美国和盟友即便技术上取胜，其军事力量也将在多年内元气大损。这种结局将是两败俱伤，多输俱毁，台海生灵涂炭，东亚及全球经济遭殃，中美两强国力严重受挫，甚至中共政权的统治稳定都会受到动摇。既然武力犯台将招致毁灭性的代价，北京真敢轻启战端吗？正如 CSIS 报告所称，武力入侵台湾或许是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危险选项。习近平虽强调仍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他同时警告，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也就是保留了一切必要手段。北京非常清楚，发动对台战争将是场豪赌，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外界也注意到，俄乌战争的进程为台海提供了重要参考。一开始，人们担心俄军若闪电击败乌克兰，可能助长北京铤而走险的野心。但俄军在乌克兰屡屡受挫，国际社会强力制裁俄罗斯，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震慑北京的作用。当然，
同时也有警讯。俄罗斯的侵略行动提醒着美国和台湾，威慑有时可能失灵，独裁者一意孤行时或许不惜孤注一掷。因此美国及其盟友一方面强化军事部署，提升下阻能力，另一方面也透过种种场合明确警告北京不要轻举妄动。更可怕的是，当多国卷入冲突，局势走向失控时，核武器的阴影也将随之浮现。中国拥有相当规模的核武库和高超音速飞弹，美国同样拥有强大核武力。一旦战事升级到某一临界点，双方若发生误判而动用核武，将酿成整个人类无法承受的灾难，没有人能在核战中幸免。因此各方都绝对不愿触碰核武红线，极力避免将台海冲突推向核战边缘。然而在高度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擦枪走火的风险始终存在，这也是台海不能轻易开战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高志凯鼓吹的今晚攻台场景更像是一种虚张声势的下阻策略，实际操作上几乎不存在轻易得手的可能。解放军除了传统的武力恫吓外，还可能采用其他手段，比如对台实施海空封锁，试图不登陆就封困台湾。然而封锁战往往需要漫长时间才能奏效，这恰好给了国际介入和台湾自救的空间。一场长期封锁很可能演变成全球对中国的全面制裁和对抗，代价同样高昂。因此不论北京选择何种剧本，想要快速低成本地拿下台湾几乎是天方夜谭。现在我们回头再看高志凯抛出的这套今晚拿下台湾论调，就更能明白其用心所在了。他要的从来不是客观描述战争，而是尽可能制造恐惧。他希望在枪炮未响之前，就先击溃台湾人民和国际支持者的心理防线。然而从前文分析可知，正是由于这些狂妄的恫吓，国际社会反而更加警觉，并做出了更强有力的回应来防范潜在危机。高志凯或许以为他的叫嚣能吓阻对手，不战而屈人，但实际效果却背道而驰。各国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开始拟定更缜密的防卫计划，投入更多资源来抗衡中国的军事扩张野心。在谈国际回应之前，还值得一提北京在五下之外的另一条隐蔽战线——资讯战与舆论战。近年来，中共透过网络对台湾展开各种认知作战，比如在社群媒体散播假消息、谣言，企图制造民心恐慌和内部分化。常见的手法包括炒作台湾防务漏洞、夸大解放军军力，甚至捏造美国不会救台湾、某某台湾高官逃跑这类虚假讯息，以削弱台湾民众对政府和军队的信心。还有骇客攻击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散布恐慌讯息等，都是希望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动摇台湾士气。不过台湾方面也逐渐加强了媒体识读教育和资安防御，对来路不明的消息进行澄清辟谣，提醒民众提高警觉，不受假讯息操弄。这场没有硝烟的资讯暗战，正是台海角力在心理层面的延伸。接下来再看看国际社会在高志凯狂言刺激下的动作。首先最直接被点名的澳洲，我们已经看到并未被吓住。4年前，当澳洲决定与美英组建 AUKUS 联盟，获取核潜艇技术时，高志凯在电视上嘲讽澳洲人是没脑子，扬言澳洲因此成为核打击目标。如今4年过去，澳洲非但没有因此退缩，反而在国防上大踏步前进，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绝不会屈服于恫吓。就在高志凯炫耀机器人无人能敌的同一集60分钟节目中，澳洲国防部长理查·马尔斯直接点名，我们正在经历2战以来最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他毫不讳言地指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已经对澳洲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明确影响。正因如此，澳洲近2年在军事科技领域接连出招，让全球防务圈为之一亮。首先，澳洲在美英协助下大力发展先进武器。澳洲向美国高科技国防公司 Anduril 下定了一整支由人工智慧自主控制的无人潜艇舰队，代号幽灵鲨 Ghost Shark， 合同金额高达17亿澳元。幽灵鲨是一种超大型自主水下载具，可在无人操控下长时间执行深海巡航任务，是全球首个进入量产的 AI 潜艇系统。为加速部署， Anduril 公司甚至自掏腰包预先投入6000万澳元，在雪梨建立了一座占地7400平方公尺的秘密工厂。2025年10月31日，这座工厂正式启用。
第一艘幽灵鲨提前下线，预计2026年1月交付澳洲皇家海军进行海上测试。随着工厂在2026年进入全速量产阶段，澳洲皇家海军将拥有全球第一支 AI 无人潜艇舰队。有了这种无人潜艇，澳洲海军等于多了一支隐形的水下幽灵军团。正如 Anduril 澳洲执行长大卫·古德里奇所说，传统潜艇不可能无处不在，但幽灵鲨可以无人潜艇能在广袤海域长期巡弋，随时监控并猎杀敌对目标，让幅员辽阔的南太平洋防务如虎添翼。除了水下的幽灵鲨之外，澳洲空军也在发展天空中的 AI 战机幽灵蝠 Ghost Bat， 这是波音公司为澳洲研制的无人战斗机，设计理念是充当有人战机的中程僚机，与 F-35 战斗机或 E-7 预警机搭配协同作战。幽灵蝠在2025年取得多项突破，3月完成第100次试飞，4月至6月提前通过作战能力验证，12月完成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成功以 AIM-120 先进中程飞弹击落高速无人靶机。紧接着澳洲政府追加订购多架改良型幽灵蝠原型机，累计投入超过24亿澳元。预计2028年左右，幽灵蝠将形成初始作战能力，成为澳洲空防的新王牌。水下有幽灵鲨，空中有幽灵蝠，而在陆地和网络空间，澳洲也在积极引进与研制各类自主或远端操控的无人作战系统。更关键的是，这些新武器全都由 Anduril 开发的 AI 指挥系统 Lattice 串联起来，构筑成一个整合的自动化防御网络。这套系统犹如作战的大脑，能统一调度无人机群、防空拦截弹等武器协同作战，无需人类逐次下达指令。在60分钟节目展示的一场模拟战中， Lattice 系统自主指挥一场无人战斗，探测到目标后，无人机自动起飞辨识敌情，反无人机拦截弹以超过每小时320公里的速度直接撞击来袭目标，整个过程完全没有人类介入操控，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由此可见，未来战场上由 AI 操控的大批无人武器有潜力彻底改变战争样貌。也难怪 Anduril 创办人帕莫拉奇直言，他发展这些武器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吓阻潜在战争。他表示，希望透过提供飞弹、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各种装备，让台湾成为一个不值得攻打的目标。换言之，正是由于中国不断释出武力威吓的信号，才促使西方更快武装自己，用更强的防御来让北京投鼠忌器，不敢轻启战端。除了澳洲，整个印太地区都因中国的威胁而加速强化防卫姿态。美国与菲律宾重建紧密的安全合作，马尼拉开放更多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双方恢复联合军演，一同监视台海与南海动态。印度在中印边境和印度洋加强军力部署，以防范中国趁机扩张势力范围。就连过去对台海问题相对低调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也开始改变态度。2021年以来，英法德等国纷纷派军舰赴西太平洋巡航，以行动表达对维护台海和平的关注。欧盟则多次警告北京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并暗中演拟一旦台海有事，将对中国实施何种制裁。由此可见，高志凯这类战狼的叫嚣非但没能吓退西方，反而促进了国际间更紧密的战略协作，压缩了北京诉诸武力的空间。反观中国自身，此刻其实也陷入微妙处境。一方面，解放军近年来确实在加速现代化，航空母舰下水、隐形战机列装、极音速导弹试射，号称要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取胜的硬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即便军备突飞猛进，面对美日等国的联合制衡仍有不少短板，而且缺乏实战经验。解放军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就再未经历过大规模热战的考验，演习无论如何真实，终究比不上真枪实弹的残酷较量。相比之下，美军这20年来历经多场现代战争洗礼，日本自卫队也拥有高度专业化的训练与装备，因此北京高层十分清楚，对台开战是一步险棋，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失败和灾难性的后果。正因如此，表面上像高志凯这样的大外宣极尽强硬叫嚣，但精明人不难看出，北京对是否真要动武其实是犹豫和戒慎的。在大陆国内，战狼们的强硬言论还有稳固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许多中国民众在官方宣传影响下强烈支持武统台湾。
高志凯们透过在国际场合强硬发声，不仅是对外施压，同时也是在对内交代，向国内民众展示中国绝不示弱的姿态，以激发和巩固爱国民心。然而，这种舆论操作也可能反噬自身。一旦未来台海局势发展不如他们鼓吹的乐观，国内民众累积的期待和狂热反而会转化为对当局的压力。因此，北京在对台高调造势的同时，其实也埋下了某种骑虎难下的风险。总的来说，高志凯所谓今晚拿下台湾的豪语，充其量只是中共对台心理战的一部分。他试图用最猖狂的语言塑造出胜负已定的假象，但这套把戏不仅没能吓垮台湾和其友邦，反而大大促进了对手的警醒与团结。事实已经证明，台湾并没有因恐惧而屈服，反而更加众志成城的备战强军，国际盟友也没有退却，反而投入前所未见的资源来强化下阻。台湾方面更在努力强化自我防御，包括自2024年起将义务兵役延长至1年，加速研发远程飞弹与无人机等不对称战力，务求提升自身的下阻能力。就连远在南半球的澳洲也选择牛肉龙虾和飞弹一样都不能少，经济发展与国防实力两手抓。4年前战狼们讥笑澳洲没脑子，如今澳洲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既有脑子又有胆识。高志凯们恐怕没有料到，他们越是疯狂叫嚣这不是演习，世界各国反而越是当真，趁着还在演习就提前做好万全准备，免得到时真开战时被打个措手不及。这场围绕台湾的较量早已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比拼，更是一场意志与认知的角力。中共透过频繁军演、外交恫吓和舆论操作施加高压，企图令对手在心理上先行瓦解，而美国、台湾及其盟友则以日益密切的协作和不断增强的防御来表明决心，绝不会被吓倒，也绝不会让台湾孤立无援。这种你来我往，正是当前台海局势的真实写照。1分钟的疯狂狂言，换来的可能是世界数年的军备竞赛和紧张对峙。谁都不愿见到战争真的降临，但谁都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对我们普罗大众而言，很难想象电视上一句今晚攻台的惊人之语背后，牵引出的居然是如此复杂宏大的博弈。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当今现实世界正上演的斗智斗力。高志凯们的表演虽荒诞，但却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政治课，告诉世人威权政权是如何透过操控认知来追求战略目的。然而，事实终究胜于雄辩。无论战狼们如何疯狂叫嚣，民主阵营只会更加团结自强。真正决定未来的，不是虚张声势的恐吓，而是各方实实在在的实力和意志较量。只要台湾人民不懈自助，盟友们持续下阻，北京就难以找到轻易拿下台湾的今晚。这场没有硝烟的心理战或许还将持续下去，但正义与真相一如黎明前的曙光，终将驱散笼罩在台海上空的黑云。我们唯有保持冷静与信心，不为恫吓所乱，在这场全球关注的角力中站稳脚步，期待着和平终将到来的那一天。